手指放在那一个小小的门，咚打开，把眼睛放那边，咕，一个门又打开，最后走到一个大门的前面，砰打开，一打开之后，在我的面前是一个。大家好，我是李树全。我们现在都是一些为人的父亲、为人的母亲。当你遇上了一个非常叛逆的孩子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会碰到的。我也曾经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孩子，我有2个女儿，她们也走过一些叛逆的阶段。当我们碰到一些非常叛逆的孩子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就把一些我亲自的人生经验跟你分享。我父亲是个军人，非常严格的军人。他把他一生积蓄最后的一些钱，希望把他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当兵，直接面对的就是两岸的军事问题。如果一旦发生了，他的生命、家庭绝对会立刻受到威胁。所以我想父亲当时的想法只是他留在国内保护国家，但是把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只知道父亲在那个时候想尽办法买了一张机票，把我送上飞机，送到美国，到我的2姐家去住。在我离开台北上飞机的那一天晚上，我的父亲给我一封信，大概有30页之长。他说：“孩子，你还小，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将来我什么时候再能看得到你，我已经没有把握了。这是爸爸在你走之前留给你的一封信，我把你该做注意的事情，人生一些注意的事情全部写在这封信上。虽然我知道有的地方你看不太懂，但是随时拿出来看，你会慢慢看懂。这封信现在还是留在我的办公桌里面。13岁那一年，我带着父亲的信上了飞机，到了一个非常陌生、完完全全一个不同的世界，在美国德州的休斯顿。我飞机降落在休斯顿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我全部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到了学校，慢慢姐姐帮助我申请学校，到了这个学校叫做 Dobie High School。进去的时候，全校里面大概只有4位亚洲朋友。这4位，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香港人，我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在那个时候，我因为会弹钢琴，会吹口琴，从小妈妈是个钢琴老师，教我们弹钢琴，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学校的一些社团。透过这些社团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每个星期5、星期6，我们就会组团到处去练团。我还记得在我们家的街口就有一个同学是我们的社团里面的一个朋友，他弹吉他，我们天天在练团在一起。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美国流行的是嬉皮，每个孩子都是留了长头发。当然，我也希望融入在大家的社团里面，我也留了很长的长头发，就像一个嬉皮一样。隔了2年，我的父亲退休了，从军队里面退休了，他就飞来美国看我。当他到了美国之后，看到他的孩子留了长头发，真的是气炸了。他用尽了一切努力，希望他的孩子能到了一个新世界，能学习新的专业，无论是医学，无论是科学，任何东西，或者法律都可以。但是怎么会看到他的孩子去跟他们玩摇滚音乐？他看到他的孩子这么堕落，他心中难过的不得，真的是到了极端的愤怒。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练团结束了之后，我回到家，我还慢慢开心的回到家的时候，我的父亲站在门口对着我 ：“David，不准
准你将来再去跟这些朋友在一起，我不要你这种儿子。那一天晚上，我只好又离开了家，跑到街口的那个同学的家住了一个晚上。隔了2天之后，我才等到我父亲息怒之后，我才敢问我姐姐是不是一切都 OK， 可以回家了。我才后来回到姐姐家里住。我的父亲看到了我这么的堕落，然后跟这些音乐的人、这些摇滚乐团的人鬼混，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最后决定跟我母亲一起就远离休斯顿，不想再看到这个孩子，然后搬到佛罗里达州，跟我的大姐住在那边了。隔了大概半年，有一天晚上，我的姐姐跟她的老公出去度假，我一个人在家。那一天大概是下午的6点7点钟左右，我听到电话铃声响起来，我去把电话接了，是我的父亲，他从佛罗里达州打电话来，他在电话里说 ：“David， 我愿意把所有的家产卖掉，如果你能考虑大一不要再修音乐了，因为我大一那一年主修音乐，我的父亲对我做的这个抉择非常的失望。我在心中我自己知道，我有不断的旋律出现，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做成音乐，我可以做得很棒很棒，这是我的最爱。可是我的父亲没有办法理解，我自己心中也知道，我不需要跟那些人鬼混在一起，我还是可以做很棒的音乐。但是我父亲也不知道，他只打了电话来跟我说，我愿意把家产卖掉，供你去读大学，一直读到大4，只要你答应不要再去主修音乐。那一天晚上，我跟我父亲说：“谢谢爸爸，谢谢你的这个提议，我会放在心中想一想。”我大概没有给他一个确定的答案的时候，我的父亲非常非常的生气，快速的就把电话给挂了。隔了大概3个多小时之后，晚上已经很晚了，10点钟、11点钟，我接到第2通电话，是我的姐姐从佛罗里达州打过来。她说 ：“David， 爸爸讲完话之后，脑中风，现在已经送进医院里面了。医生说，他大概不超过12个小时就会过世。你赶快去隔壁邻居借点钱，买张机票，你飞过来。”那一通电话大概是我接到最让我心碎的一通电话。我把电话放下来之后，就立刻冲到隔壁邻居敲敲门，向他借了100多块美金，然后买了一张半夜的机票，马上冲回佛罗里达州。飞到佛罗里达州已经是早上7、8点钟，我的姐姐在机场接我，直接就带我去了医院的急诊。我走进医院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完完全全没有知觉了，他躺在床上，已经没有办法移动，已经没有知觉。医生说大概再过几个小时就会断气了。我抓住我父亲的手，我靠近他的耳朵，跟他讲 ：“Dad, I love you。”我就最后把他的手放掉，但是在我心中，我知道我有一个
dream， 我相信我可以把很棒的音乐做出来。那天跟他说再见之后，没有多久，几个小时之后，我父亲就断气了。隔了2、3天之后，我们陪着父亲在殡仪馆，然后一直陪着父亲，最后下葬在坟地。等到父亲下葬完了以后，我就继续从佛罗里达州飞回休斯顿。我那个学期的确在主修音乐，其实已经是第2个学期在主修音乐的了。等我开始准备大3的时候，我开始做了一个决定，或许父亲的话是对的，因为大1、大2的时候，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到处打工，吃尽了苦头。你能想象的任何苦的工作，在大风雨里面去收那些 shopping cart， 就是那些卖场的一些推车，什么工作，当做警卫，酒店里面卖酒，什么事情你能想象的我都干过，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那1、2年过着非常非常辛苦的日子。我还记得圣诞夜的晚餐，我答应姐姐帮她一起准备晚餐，但是千想万想没有想到，圣诞节的下午，我们乐团有被安排出去表演，所以到了晚上，我迟到了，没有准时的回来帮姐姐准备这个晚宴。姐姐那天晚上跟我大吵，然后在12月26号的早上，我知道暴风雨即将发生。我起来的时候，我姐姐把我揪起来，说：“你昨天晚上跑去哪里了？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去哪了？”然后姐姐跟我说，我还记得姐姐说：“给你一个选择，你一直停下音乐，不然就滚出这个家门。”那一天早上，我把行李、包包全部整理了起来。那天我还记得休斯顿是下雪，然后我就把行李放在我的车子里面，开车从姐姐的家里面车库里面开出来。开出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后面拿了一个锅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个锅子，但这个锅子她冲出来说 ：“David, take this, take this, this will save your life， 这会救了你一命。”我看到母亲流着眼泪从家里面冲出来，拿了一个破的锅子给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个锅子，我就拿着这个锅子放在我的车子里面，我就把车子倒车离开车库，然后开走，在这茫茫的大雪里面，不知道要往哪里开。最后我的车子，我一边流眼泪，一边在高速公路一直开，最后看到一个出口，我就开出去了。最后我的车子停在一个仓库的门口，然后一个老阿伯走过来说：“你的车子挡到了我们的门，麻烦你移开车子。”这个阿伯他看到大雪里面我开了一个破车子，然后又无家可走，大家圣诞节都是非常安静，整个城市都是空空的。他就问我：“你还好吗，年轻人？”他最后问了我一句：“你需要地方住一下吗？”他就把这个仓库的门打开，说：“你可以住在这个地方。”我就慢慢的把车子里面的一些行李，然后慢慢的搬到这个仓库里面来，然后在地上铺了一些报纸，那个就是我的床。晚上我就拿着我妈妈给我的那个锅子，出去外面的水龙头弄一点水进来，然后就靠那个刷牙洗脸。就这样的日子，我大概过了3个月的时间。那个锅子现在还在我家的楼上。有趣的是，到了大3的时候，我实在生活太苦了，熬不过来，学费自己付，住也得自己住，实在是无路可走。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尝试看看放弃音乐，然后改修电脑。我就在下一堂课的时候，我就打了一通电话问我的姐夫：“姐夫，可不可以请教你，在这个时代，
哪一种行业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我的姐夫想都没想，就说去学电脑。所以下一个学期开始，我就开始主修电脑了。刚刚开始主修电脑，我记得是9月份开学，连电脑的课都还没有开始，因为我的生日是9月4号，所以在9月开始开学了之后呢，我刚好过了18岁。一过了18岁，我接的第一通电话是来自于太空总署 NASA。那一通电话打来，完全是个陌生的人。他说：“请问你是 David 吗？”我说：“是。”他说：“我们这边有你的资料，资料上显示你现在刚好过18岁，你现在18岁对吧？”我说：“对，18岁。”他说 ：“David， 你以前4年前你曾经来过我们这边实习了1年，在太空总署，你还记得吗？”我说：“我记得，那个是在高3的时候被学校送去实习了1年。”太空总署最后说 ：“David， 我们的资料显示你现在已经18岁了，你会不会有兴趣来我们这边上班？”第2天我就去太空总署去面试，没有想到连那个申请表资料都没有填，就直接填了几个最基本的联络电话。这个主管居然就开了一个车子把我带到太空总署一个大的建筑物前面，然后就看到这个太空总署这个主管把手指放在那个一个小小的门，咚打开，最后又走了好几个，又把眼睛放那边，咕，一个门又打开，就像你在看那个007电影里面一模一样。最后就一直走好几个关，最后走到一个大门的前面，砰打开，一打开之后，在我的面前是一个太空梭 Space Shuttle。然后他就一直把我带到太空梭的太空舱里面，然后爬了一些楼梯，爬到太空舱里面，就直接跟我说，礼拜一每一个晚上，礼拜一下课之后10点钟来这边报到，你是晚班，你从10点钟做到第2天早上8点钟，8点钟你做完了之后，你再去上课。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你面对一个叛逆的孩子的时候，如何处理？各位朋友，我曾经也非常的叛逆过，我的孩子也对我叛逆过。我要跟各位父母亲讲的一件事情是，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环境，他们有他们接触的朋友跟他们的环境。我们身为父亲母亲的，只能在旁边不断的关心他们，伸出爱心的手，帮他们解决他们一些困难，或是协助他们。但是阻挡他们去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他们在18岁那段时间，青春的时间，正在找他的 identity， 他的自我认知，他要找出他自己的方向。今天为什么会花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谈这件事情？原因是前几个礼拜，我跟我的姐姐讲，你还记不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别无他路可以走，我只有去向邻居求助。人都是往温暖的地方走，所以呢，我们身为父母亲的，尽量提供一个温暖有爱心的地方，并且也需要尊重孩子们他们的未来选择的方向。那个方向可能违背了我们的预期，或是为他们所安排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学习尊重他们的想法。我们越给予尊重，他们越愿意把他们心中的话跟我们分享。尊重他们，到了适当的时机，他们自己会转过头来。当我们自己身为父母亲的态度正确的时候，孩子们自己慢慢的就会靠回来了，不需要急。这是我的故事，我也希望今天这个故事能帮助你如何面临你们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个叛逆的孩子，学习尊重他们，给他们空间，然后在旁边辅导他们。希望今天这个故事能给你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下个星期见，谢谢，拜拜。